大家好，我是老布。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那些真实在火星上拍到的奇怪照片。第一张图是1976年 NASA 的海盗1号 Viking 1拍到的。说到火星的奇怪照片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它。你会发现在画面中间偏上的位置有一块岩石的轮廓，看起来像一张人脸。这张照片当年非常有名，被称作火星人面岩，因为原图有点小，不太好看清，所以当时有人把它裁切放大，结果就更像了。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些黑色的反转区域，那是图像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噪点，还是能看出像眼窝一样的黑色凹陷，像鼻子和嘴的阴影，甚至还有一点像头发的边缘，越看越像一张女性的脸。所以在那个年代，各种说法都冒出来了。有人说这是火星人的脸，有人说附近还有火星人建造的金字塔，各种传闻越传越玄。不过 NASA 当时一直强调，这只是光照角度和阴影造成的错觉。但问题是那时候的相机性能和现在比起来确实太低了，只看这张照片，很多细节根本无法确认。后来时间过去了，1998年，火星全球勘测者 Mars Global Surveyor 又拍到了同一地点。这张照片是从地面上空约44公里的高度拍摄的，覆盖范围比之前更大。人面岩大概就在左上角那一带，你会发现好像依旧能隐约看到眼睛、嘴的阴影，但整体和1976年那张比起来，已经明显不一样了，人脸感弱了很多。再往后到2006年，欧洲航天局 ESA 的火星快车 Mars Express 又用彩色拍了同一地点。官方说明里说，人面岩就在画面中间偏下一点的位置。但说真的，到了这一步，它已经几乎不像人脸了，因为这次分辨率更高，据说每像素约13.7米，清晰度一提升，再加上颜色信息补上，以前那些朦朦胧胧像阴影的地方，很多都消失了，怎么看都更像一块普通的岩丘。只是短短几年，技术进步带来的差异就非常明显。如果你把那块地形做成3D 去看，大概会是那样的起伏结构。那片区域常被称为一种丘陵地带，说是山又不高，说是平原又有起伏，很多小丘连在一起。彩色图上还能看到不少大块岩石一样的堆积物，有人推测这里过去可能被熔岩流覆盖过。也正因为地形本来就复杂，所以其中某一块刚好像脸，也就不奇怪了，它很可能只是巧合。随着这些更清晰的照片出现，人面岩的争议慢慢平息了。但还有一张更厉害的，这是人面岩在更高分辨率下的图像。据说这张是从地面上空大约450公里的高度拍摄的，分辨率达到了每像素约2米。这个水平有多夸张呢？做个类比，航天飞机大概在400公里高度飞行，如果你在那个高度拍到同等比例的画面，甚至能分辨出差不多行李箱大小的物体。而且现在火星轨道上还有分辨率更高的相机在工作。至于这块人面的大小，有人推测它覆盖的区域大约是3.6公里见方。可能有人会觉得，比想象中大。你再仔细看它的表面，确实还能找到一点眼、鼻、嘴的纹理或阴影，所以你会觉得似乎还是有点像。但很关键的一点是，你之所以觉得像，是因为你已经被提示这是人面岩。如果把它当做一张陌生的火星地貌图，完全没有任何暗示，你可能未必会第一眼想到人脸。说到底，这也许就是低分辨率时代更容易产生的错觉。现在相机越强，噪点越少，科学分析当然更方便，但那种看图猜谜的乐趣反而好像也少了一点。说起来还挺让人惆怅的。这种心理现象有个名字叫星星空，响性错视 pareidolia。 人会在随机的原本没意义的形状里硬是看出熟悉的东西。火星照片尤其容易触发这种现象。接下来要看的几张就是典型例子。下一张图简直是教科书级别，这是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 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 在2022年12月12日拍到的，后来还在 X 上被人讨论过。你觉得它像什么？给你一个提示，和某个字有关，很多人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没错，是熊。这真的太像了，像到你都不好意思说只是错觉。甚至你问100个人，可能98个甚至100个都会说这就是熊。尤其是鼻子和嘴的那块区域太熊了。但现实当然不是火星上出现了熊脸，而是巧合形成的地貌结构。鼻子像是某种塌陷，眼睛像是陨石坑，而圆圆的头部轮廓则是地面断层。即便知道原理，你还是会忍不住感叹一句，这排列也太完美了。尤其那条断层线还能这么圆润地连成一个头，就算是巧合也挺离谱的。接下来是火星的花，
这张是2022年2月24日，好奇1号 Curiosity 用机械臂上的相机拍到的，一个像仙人掌又像花一样的奇怪小东西。NASA 说它比1厘米还小，所以直径可能不到2厘米。它是什么呢？解释是在远古火星仍有水的时代，矿物质被水流搬运渗入岩石，并把岩石交结起来，最后形成了这种结构。也就是说，它可能是火星曾经有水的证据之一，所以非常重要。只是你看着它，也难免会想，真的只是水把岩石交结，就能长出这么复杂的形状吗？如果把它敲碎，或者把表面的沙尘刷掉，会不会露出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神秘结构？这种想象真的很容易让人越想越远。再往下是一张很浪漫也很让人发散的照片，这是某次轨道相机拍下的画面。在火山地表上，你能看到7个非常规整的圆形洞口，每个洞的直径推测大约100到250米。科学家认为这些洞下面很可能存在地下空间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们对比了下午和黎明前的红外图像，发现这些洞口的温度变化幅度比周围地表小得多，大概只有周围的1/3左右。这意味着白天洞里比外面凉，夜里洞里比外面暖，温度更稳定。换句话说，那里可能是一个更适合生存的环境。洞究竟有多深，里面什么形状，当然还不能确定。但科学家认为，只要洞下确实连着某种空腔，就值得期待。这张图对应的地点是某座火山附近的洞，洞口太圆太整齐，确实会让人产生一点不安的气氛。但更主流的解释是，这里是火山地区地表下方形成空隙，后来发生坍塌或断裂，于是出现洞口。而且这不仅仅是浪漫的想象，因为如果人类未来真的要在火星长期活动，比如 SpaceX 正在推进的火星宜居构想，就会遇到一个大问题。火星的大气和磁场很薄，辐射量比地球高得多，辐射对人体明显有害，必须处理。如果能把基地放进洞穴里，就能屏蔽一部分辐射，还能避开沙尘暴，减轻寒冷，优势很明显。如果未来真有人踏上火星并找到这样的洞口，那可能就是人类在火星上最早的避难所之一。接下来是一张刚拍不久的照片，2025年7月拍摄。好奇号发现了一块岩石，被风沙长期侵蚀之后，形成了类似珊瑚一样的奇怪形状。它形成的原因和前面那朵火星花很像。在数十亿年前，火星仍有液态水的时代，水把矿物带进岩石裂缝，矿物干燥后固化，随后漫长的岁月里，风裹着沙粒不断冲刷，周围较软的岩石慢慢被侵蚀，最后就留下了这种形态。你看着它，会突然意识到，火星的时间真的很长很长。然后有一张更让人出戏的图，这是地面放大照片，画面中间有一块特别像人工垃圾的东西，很多人说那是塑料。塑料怎么可能出现在火星上？这件事当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还挺火的。我也试着去找 NASA 官方发布这张图的页面，但怎么都找不到。所以我倾向认为，那张在网上传播的图可能接近假图或者被误传了。不过我找到了一个很可能是原始来源的图，那是2012年好奇号在某个火星日 SOL 62拍到的，确实在 NASA 官方站点上能看到。它是黑白的，而且周围散落很多原石，注意力很容易被带走。但如果你盯着画面中间偏左下的位置，你会发现确实有一块东西，看起来很像塑料碎片。关于它，探测团队曾发布过报告，他们认为那确实是塑料碎片，但不是火星原生物体，而是探测器自身的部件。至于具体是什么，目前也没有完全确认。有人猜是采样时某种绝缘胶带脱落等等，团队也想进一步确认。但我查到最后并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结论，所以到底是什么，是否有后续调查，我也只能说我没看到最后答案。也许是我没找到资料，也许真的没有公开更详细的结论。不过有一件事几乎可以确定，火星上确实已经开始累积人类留下的东西。到目前为止，火星累计接收过大约340次探测任务，就算只算进入火星大气并实际到达地表的任务，也接近几十个量级。火星大气稀薄，很多东西不像在地球那样容易烧蚀殆尽，最终就可能以残骸或垃圾的形式留在地表。所以人类的痕迹正在火星上缓慢增加，这恐怕并不是夸张的说法。接下来这张是由18张照片拼接而成的火星地表马赛克图，拍摄地点在一个很大的陨石坑内部。你会看到大多数石头颜色偏暗，但有一块石头颜色明显不同，像是从别的地方来的。
虽然照片做过对比度增强，颜色不一定是完全原色，但它确实突出的很明显，因此有人推测它可能不是在这里形成的，而是在更远的地方形成后被古老的水流搬运过来，这也是一种很合理的想象。再往下这张可能会让密集恐惧的朋友有点难受，这是2025年3月毅力号 Perseverance 发现并报告的较新照片，画面里出现了很多像鱼子酱一样的小球体，左下角有比例尺，每一颗大概只有几毫米，非常小，而且不仅有完整的球，还有裂开的、塌陷的形状，不规则的。这些小球采自右侧那块岩石表面，它的形成解释依旧和前面类似，岩石缝隙里曾流过地下水矿物在其中沉积，最终形成这种结合结构，但也并非全部都能用这个解释。比如在地球上火山喷发时喷出的熔岩液滴凝固，也可能形成类似的小球，所以它可能具有重要的地质意义。人们当然希望能尽快把这种样本带回地球，做更精细的分析。再来一张，你觉得它像什么？这是火星快车在南极附近拍到的照片，乍一看像大量长了脚的小虫在地面爬动，或者像一团团小云在地表蠕动，但当然它不是云。火星某些区域存在二氧化碳冰，也就是干冰，当地进入春季阳光增强，地面下方的干冰会升华成气体，气体顶破上方冰层，从地表喷出，像喷泉一样把气体和尘埃带出来。这种现象会在地表留下像云朵一样的痕迹。在地球上，固体直接变气体并非完全没有，但在火星那种极低气压、极低温度的环境里，这类现象更容易、更常见，甚至可以说是日常。最后一张是今天最像科幻场景的一张，第一眼看只是一面普通岩壁，但这张在海外引起过不少讨论。它是2022年好奇号拍的多张照片拼接后，再做成彩色的，颜色处理尽量接近人眼看到的效果。大家关注的点在这里，有人说在岩壁上看到了一个像狗屋大小的门，因为原图不好辨认。我们再看 NASA 官方发布的放大图，你会发现岩壁上确实有一个看起来很规整、很像入口的四方形洞口，旁边还躺着一块石头，像是被拆下来的门板。这个洞口的边缘看起来过于方正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也太像人工结构了吧。它的尺寸大约是高30厘米，宽40厘米，成年人当然钻不过去，但也正因为它小，反而更像某种秘密入口，让人忍不住脑补里面通向哪里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藏在后面。不过行星地质学家的解释更现实，这仍然是风蚀造成的自然结构。那片岩石是一种沉积物，比沙更细，但比粘土更粗，可能在大约40亿年前被河流或风搬运堆积。观察洞口周围，可以看到垂直裂缝像穿过地层一样延伸。学者认为，触发裂缝扩展的关键很可能就是旁边那块像门板的岩石。岩石内部的水压变化、温度变化等因素，让裂缝逐渐扩大，最终岩块在自重作用下崩落，于是留下了一个看起来规整的入口。所以结论大概率还是自然产物。可即便如此，它像极了 SF 电影里直接搬来的布景，而自然居然能长成这样，本身就足够有趣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这里是夜话 FM 1989，我是老布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